这个联合编队啊，这个舰艇是由中俄两国的舰艇组成的，浩浩荡荡啊，是20公里长，因为拉开了距离，然后穿过了日本的京青海峡。日本京青海峡非常特殊，它窄的地方只有24公里。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虽然呢中俄海上的联合军演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解读一下就中俄这次海上联演的三新。大家说这个中俄联演我们看到的是它的一种常态化，因为这已经是第10次就是中俄海上的联合演习了，所以它是一种常态化的，因为从2012年开始嘛，到现在一直在进行这样海上的联合演习不但在太平洋方向，我们也到波罗的海去俄罗斯家门口也去进行过演习，这是常态化。但是这次的演习，它的第一个新就是它的装备新，因为这个我们055型的这个万吨级的导弹驱逐舰南昌舰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演习，所以这个装备首次是新吧。再一个呢，是我们在这次中俄联演中呢使用了运8反潜专用的飞机，因为过去我们没有专门的反潜机现在运8这种专门的反潜机已经加入到了海军航空兵的行列，进行这种反潜的行动，所以呢，这又是一个首次。而且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这次我们运8的反潜巡逻机是从我们国家的陆上的基地起飞，然后经过了俄罗斯的领空注意是穿过俄罗斯的领空，而不是在公海上飞行的，然后进入到演习区域进行演习。因为俄罗斯它有就是图142这样的大型的这个反潜巡逻机，还有伊尔18N 这样中型的反潜巡逻机，而我们国家这个像运8属于中型的反潜巡逻机是专门的，所以呢，中俄的专门的反潜巡逻机在海上进行了联合的演习和巡逻，这是一个装备上的新。因为过去只有美国和日本有专门的反潜巡逻机，比如说美国的 P3C、P8A， 像日本的就是从美国引进的P3C 反潜巡逻机，他们有专门的这个反潜的这种装备，我们没有，现在我们也有了，这是第一个新。第二个新呢，就是它的演习科目新，因为它的这个演习科目呢，包括了扫雷就是由俄罗斯的这个扫雷舰进行扫雷。因为你在俄罗斯的家门口彼得大堤湾搞这种演习，如果对方给你的家门口布上了水雷，你的舰艇在演习过程中要触雷怎么办？所以要进行扫雷，这是一个科目吧。然后呢，我们又进行了反潜，因为我们反潜巡逻机要查水下的潜艇，因为你水面上舰艇我们可以看到，雷达就可以看到，水下的潜艇你必须要反潜，通过水下的潜艇，通过这种反潜巡逻机来侦察到，所以呢，这又是一个这个演习科目的新吧。然后呢，我们在就是演习之后呢，再穿京青海峡，然后再到太平洋去巡逻，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新的行动吧。再有一点呢，就是这次由于是我们第10次的中俄海上联演，那既然是第10次的海上联演，我们过去就积累了很多经验，所以这次我们没有进行陆地上的这种大家先到指挥所里边看着图来说，你的舰艇什么时间到哪儿，我的舰艇什么时候跟你会合，然后我们下面怎么进行相关的科目，不是的。人民海军的这些舰艇编队就是包括055导弹驱逐舰，还有052D 导弹驱逐舰，还有054A 型的导弹护卫舰，还有补给舰这是一个海上编队。到了俄罗斯之后，马上就在海上会合，然后也没有就是进行这种对接，大家在指挥所里边或者是在哪儿就开始这个在研究之后再搞，就开始演习了，没有地面上的指挥所，就是你们在海上相遇之后就开始进行这样的演习。所以你看，它又是一种在实际的演训中的新。再有就是我们的航线就是这次这个刚才讲的是演习的科目还有一个就是航线。我们过去呢演习完了就结束了，大家挥手告别。现在呢是组成了一个联合的编队。你想想，一个国家的这个领海还有12海里呢，你从两边看一共是24公里，那才多一点距离你说12海里，所以
你如果这么划的话，怎么都要经过其他国家的，或者是侵犯其他国家的领海。但日本呢，他为了让美国的军舰从这儿过，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说，我这儿的这个领海只有3海里啊，3海里那就是6公里左右了啊。那这样的话呢，其他国家的这个军舰就可以过。过去是为了迎接美国军舰，现在呢是浩浩荡荡的中俄两国的军舰从这里过去。过去呢就是像这个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它主要走宗谷海峡，就是偏北一点。然后呢，我们主要是走宫古海峡，偏南一点，不从它中间这个京青海峡啊，从中间穿过，那样离日本太近，怕它引起它的误会。现在不一样，我们就从这儿穿过，然后这个从这个南边的方向呢，我们共同巡航，从这个大隅海峡这儿穿过来，然后再回到了我们的近岸，然后大家再分道扬镳。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航线有了新的变化。实际上，这提出了2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过去只有美国和日本说不是要维持海上的航行自由吗？你有这个权利吗？那现在反过来，中俄有同样的权利，也在这个区域里边行使自己自由航行的权利。第二点，我们要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就是我们不能容忍其他国家的这个舰艇、飞机总是在我们的家门口进行抵近的侦察，我们也要走出去。我们对这种所谓的伊岛链的封锁，要给外界显示一个能力：我们不会被伊岛链封锁住，我们有能力自由地进出太平洋，而且还在这个区域里边自由地航行。所以呢，关于中俄海上联演的这个3星呢，我们应该从这个实际的就是参加的舰艇演习的科目还有行驶的航线呢，来看出它的一些变化。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